为什么说能打败美军的只有外星人？看看第7舰队的家底你就明白了。作为美军海上力量的绝对象征，美国最大的海外前线投送部队第7舰队不但拥有50至60艘军舰、150架战机，还手握一支航母打击群，总兵力高达4万余人。但更夸张的是，它的管辖地盘横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面积比美国本土还大14倍，直接覆盖世界近1半人口。也就是说，我们频道的很多朋友可能有1/2的概率，一不小心就成了第7舰队辖区的人了。可以说，巅峰时期的第7舰队，只要摆在那里，就能让对岸的人不敢呼吸。那么，这支打遍亚洲无敌手的舰队，其真实的战力配置到底是什么样的？如果我们做一个推演，把第7舰队满编拉到黑海海域，它能否单挑，甚至彻底覆灭整个俄罗斯海军的常规舰队呢？要明白第7舰队到底有多强，就绝对不能盯着它的导弹和舰艇，而是必须先翻开它的实战履历，看看它到底是如何统治大半个地球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回到1943年3月，二战太平洋战争进入绞肉阶段。为了配合麦克阿瑟在西南太平洋的跳岛作战，美国决定将该战区的舰队正式改编为第7舰队。恐怕当时的美军怎么也不会想到，正是这一决定才造就了今天这头无人能挡的海上怪物。1944年秋天，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战莱特湾海战爆发。面对企图孤注一掷的日本联合舰队，第7舰队在苏里高海峡布下了经典的 T 字头阵型，战列舰的主炮和驱逐舰的鱼雷齐发，直接将日本海军的南路主力，包括扶桑号、山城号战列舰在内的船舰，通通轰到了海底去见海绵宝宝。可以说，第7舰队就是踩着日本帝国海军的头完成了首秀。二战结束后，美国不用再担心世界大战的威胁，毕竟就算是哥斯拉登陆纽约，也得等到1998年。按理来说，这么庞大的战争机器，战后应该解散重组，但第7舰队却说 no， 它不但没有解散，还被彻底转型为美国处理亚洲事务的急先锋。1965年，越南战争全面升级，第7舰队在东京湾设立洋基站，每天起飞数百架次战机，对北越进行炮火洗地。到了1991年的海湾战争，第7舰队从印度洋和波斯湾发射的战斧敲掉了伊拉克防空网的第一个节点，甚至在1996年的台海危机中，第7舰队的尼米兹号和从波斯湾调来的独立号航母战斗群构成了越战结束后美军在东亚最大的一次兵力集结。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每一场实战都在为第7舰队打磨同一套东西：远洋跨战区的后勤补给能力以及多军种联合指挥体系。这种依靠实战喂出来的战争底蕴，无疑是任何一支靠看图纸和搞演习起家的新型海军几十年内都无法复制的。除了深厚的军事底蕴，第7舰队的强大还藏在它堪比外星舰队的军事配置当中，这些才是它纵横四海的底气。现在的第7舰队早就不是二战时期几十艘船聚在一起乱拳打死老师傅的草台班子，它已经成为了一台结构精密、分工明确的战争机器。第7舰队的司令部设在日本横须贺港，但它庞大的身躯分布在整个西太平洋，其内部被划分成了多个职责分明的特遣队。首先是最核心的第70特遣队，这是第7舰队的主力打击群，它主要由2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以乔治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为中心的第5航母打击群。值得注意的是，美军常态化将1艘航母部署在日本，此前是里根号，现已换装完成大修的华盛顿号。第二部分是由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以及多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组成的第15驱逐舰战队，航母负责起飞 F-35C 和超级大黄蜂战机，争夺几百公里外的制空权。驱逐舰战队则利用宙斯盾系统撑起防空反导的铁幕，同时随时准备发射战斧进行对地洗地。这套打防结合的攻势一波打下来，基本可以轻松覆灭一个中等国家的整个海军体系。其次是藏匿在海洋深处的第74特遣队，这是第7舰队的潜艇指挥部，驻地同样在横须贺。它下辖至少5艘洛杉矶级或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平时静音潜航，战时负责猎杀敌方弹道导弹核潜艇，或在敌方港口外围布雷，随时给对手突然袭击。相信具体实战的时候，对手将会体会到死神来了的恐惧。随后出场的则是第72特遣队，这是巡逻与侦察指挥部，驻扎在日本冲绳的加手纳和青森的三泽基地。他们手里虽然没有战斗机，但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和 EP-3E 电子侦察机却一大把。这些飞机每天在海域上空绕圈，监听雷达信号，
或者搜寻水下的潜艇轨迹。他们是第7舰队的耳朵和眼睛。如果只有海里的战力，第7舰队还不至于称为地表最强。之所以说地表，是因为他还对两栖夺岛颇有研究。第76特遣队与第79特遣队驻地在冲绳，他们是第7舰队岸上作战的先锋。76特遣队拥有美利坚级两栖攻击舰和船坞登陆舰，79特遣队则是搭乘这些军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只要航母夺取了制空权和制海权，这两支特遣队就会把全副武装的陆战队员直接投送到敌方的海岸线上。当身体素质个个堪比特种兵的特遣队员登上岸时，我只能祝对手好运。第7舰队作战体系庞大，那么该如何统筹规划这些分散在几千万平方公里大洋上的兵力？答案只有3个字：蓝领号。这艘没有重火力、满载排水量将近2万吨的军舰，是第7舰队的旗舰。舰上塞满了天线、卫星通信终端和超级计算机。舰队司令坐镇其中，通过数据链将空中、海面、水下的所有信息汇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网络中心战。它也是第7舰队能有条不紊地管辖大半个地球的秘密武器。了解完第7舰队这套严密的体系，不少朋友或许还依然觉得，光摆数据和历史战绩有什么意思？数据谁不会造，战绩谁不会编？日本还说过能帮助台湾建立无人敢侵犯的防空网呢。结果呢，别人该来还是来。那我们不妨将视角转移到亚洲北部，请出俄罗斯海军做一场终极推演。当第7舰队遇上俄罗斯海军，又将产生怎样的碰撞？客观地说，冷战时期的苏联红海军，其庞大的核潜艇部队和携带重型反舰导弹的基洛夫级巡洋舰，确实能让美国第7舰队感到焦虑。那个时代，美苏是势均力敌的博弈，但经历了苏联解体后30多年的阵痛，如今的俄罗斯水面舰队已经退化成了一支只能执行近海防御任务的空前快部队。在进行兵推前，我们不妨先看看俄罗斯海军被乌克兰打的还剩多少家底。从舰队分布来说，俄海军分为北方舰队、太平洋舰队、黑海舰队、波罗的海舰队和里海区舰队。在大型水面舰艇方面，唯一的航空母舰库兹涅佐夫号，自从2016年去叙利亚大丢七脸之后，就一直趴在摩尔曼斯克的船坞里大修，期间经历了砸断甲板、机舱起火等各种灾难，目前处于无限期停工甚至面临拆解的状态，根本没有远洋作战能力。苏联曾经的骄傲基洛夫级核动力巡洋舰，世界上最大的现役水面战斗舰艇，也是唯一排水量超过2万吨及使用核动力的现役巡洋舰。目前只有彼得大帝号还在北方舰队勉强维持出勤，另一艘大修遥遥无期。光荣级导弹巡洋舰原本有3艘，但黑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号已经在2022年被乌克兰2枚海王星送入海底，剩下的2艘雷达电子设备依然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想用它们来跟21世纪的舰艇打架，跟蚂蚁揍大象没区别。目前俄罗斯造船厂唯一能稳定量产的是排水量在4000多吨的22350型护卫舰，属于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级，以及排水量不到1000吨的豹兔 M 级轻型导弹舰。它们虽然能发射口径巡航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但缺乏区域防空能力，只能依靠岸基航空兵的掩护，在离海岸线不远的地方活动。俄罗斯海军现在唯一能让美国人有所忌惮的，只剩下北方舰队和太平洋舰队水下的那些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和亚森级巡航导弹核潜艇，但核潜艇根本解决不了夺取制海权和水面火力投射的问题。基于双方目前的真实家底，假设在不使用核武器的前提下，美国第7舰队满编出动，杀入黑海或者挪威海，迎战集结起来的俄罗斯常规水面舰队，战局会如何发展？首先，第一阶段是制电丝权与制空权的瞬间剥夺。大家应该听过这句话：现代海战不开雷达等于瞎子，雷达被干扰等于靶子。战斗打响的瞬间，第7舰队起飞的咆哮者电子战机会利用大功率干扰吊舱，直接压制俄罗斯舰队老旧的顶板3座标雷达和各类火控雷达。俄罗斯军舰上的雷达屏幕将瞬间被雪花和杂波填满，俄军瞎了。不过，俄军也并非坐以待毙。面对美军的电磁压制，俄罗斯海军的应对策略大概会很简单粗暴，那就是放弃对抗，直接亮剑。俄军指挥官清楚，在常规态势感知上他们毫无胜算，于是俄军恐怕会立刻启动部署在沿海的冷堡岸舰导弹系统，同时隐藏在峡湾深处的22350型护卫舰和亚森级核潜艇
会根据战前预设的目标区域，盲射其最后的杀手锏——锆石高超音速反舰导弹。这是俄军唯一能刺穿美军宙斯盾防空网的利器。锆石以8马赫的速度贴海面飞行，留给第7舰队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的反应时间不到1分钟。如果美军的标准6拦截弹未能将其全部击落，哪怕只有1枚锆石突破防御，击中美军航母，都将对第7舰队的航空作业能力造成毁灭性打击。但别忘了，第7舰队的 F-35C 可不是吃素的。俄罗斯水面舰队由于缺乏固定以预警机的支援，只能依靠舰载雷达搜索，因此面对雷达反射截面积极小的 F-35C， 俄军的防空系统几乎是个摆设。F-35C 可以在防区外轻松利用数据链锁定俄罗斯舰队中如光荣级巡洋舰或无畏级驱逐舰等高价值目标，然后引导后方的超级大黄蜂发射 AGM-158C 隐身远程反舰导弹。第一波次打击，俄军水面舰艇的指挥中枢和区域防空节点就会被彻底打瘫，俄军根本来不及召唤锆石进行打击。到了第2阶段，则几乎是第7舰队的个人秀。制空权一手后，第7舰队的数十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和水下的攻击核潜艇将开启垂直发射系统，数百枚战斧将组成密集的弹幕，直接越过水面舰队，对俄罗斯沿岸的雷达站、防空导弹阵地以及军港设施进行洗地。此时，失去体系支撑的俄罗斯水面舰艇，无论是老旧的驱逐舰还是新建的轻型护卫舰，面临的将是天基卫星、空中预警机和水面雷达的3维立体锁定，他们的生存时间将以分钟来计算。第3阶段也是俄罗斯唯一可能翻盘的阶段，那就是水下的潜艇，他们极有可能发射尾流四岛鱼雷或重型反舰导弹攻击美军航母。但为什么说是可能呢？在第7舰队严密的反潜网面前，这极其困难。美军的 P-8A 反潜巡逻机在战时会向战区上空投放密集的声呐浮标阵列，航母和驱逐舰上的 MH-602 直升机则使用调放声呐进行近距离搜索。水下静音性能极佳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一直在进行着主动猎杀。俄罗斯老旧的基洛级常规潜艇一旦上浮充电或开启主动声呐暴露位置，立刻就会遭到美军 Mk54 轻型鱼雷的覆盖式打击，根本没有机会发射鱼雷或导弹。推演至此，结论已经非常清晰，第7舰队就是一台依靠几万个传感器、几百万行代码以及几百枚精确制导武器编织起来的现代杀戮网络。让他去打一个依然依靠单舰突击和老旧雷达的传统舰队，最大的烦恼恐怕是被人举报不懂尊老。再从理论打击来说，美军第7舰队仅依靠常规的海空力量投射，就绝对具备在几天内单挑并覆灭整个俄罗斯常规水面舰队的实力。这无关乎士兵的勇气，也无关乎战斗民族的血性，纯粹是工业能力、体系化建设和军费持续投入带来的战力绝对代差。这也是为什么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第7舰队在亚洲周边摩擦不断，但从未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常规海军敢在公海上主动向其发起挑战。因为所有研究过现代海战逻辑的高层都明白，在浩瀚的大洋上，想要用几枚非野生导弹去击溃一个完整的航母打击群，跟做梦差不多，或者说梦都不敢做成这样。好了，本期关于美国第7舰队战力解析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随着各国高超音速反舰导弹的逐步退役，以及离岸反舰导弹的发展，第7舰队能否像以前那样纵横四海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视频见。